第21天，回顧本周情緒，我對波動有什麼感覺？我的信念穩嗎？當投資從一項任務變成一種習慣，甚至開始觸及內心深處的信念時，時間的密度會變得非常高。這代表你已經深入核心了。第3周的最後一天，我們不學新技術，而是進行一次內觀，檢視這趟旅程中最重要的元件——您自己。內觀就是回顧情緒波動，檢視信念錨點。今天，小程沒有看盤，也沒有計算數字，他找了一個安靜的角落，閉上眼，回想這3周以來，自己的心情是如何隨着市場的紅綠綠而起起伏伏。第一次下單時的興奮與緊張，看到股價上漲時的一絲竊喜，面對市場下跌時的胃部糾結，執行加碼計劃時的強自鎮定，領到第一筆股利並完成再投入時的莊嚴感。他發現這些情緒的波動遠比賬面上的損益數字更真實、更劇烈。這個時候，關鍵的心法是，你的投資績效最終是你內心世界的外在顯化。無法管理情緒，再完美的策略也無法執行。真正的紀律是內在的平靜。那麼，具體應該怎麼做呢？就是進行投資情緒日記回顧，這也是紀律。誠實不批判地審視自己的情緒，找出觸發他們的開關，並用理性為他們重新賦予意義。小程的信念穩定性檢視問卷，他拿出筆記本，寫下幾個核心問題，並真誠地回答。1. 當市場下跌時，我腦中第一個冒出的念頭是什麼？過去的我，糟了，開始虧錢了，會不會一直跌下去？現在的我，觸發我的加碼條件了嗎？讓我看看我的原則表怎麼說。這是市場在給我打折的機會。2. 我是否會因為沒買到最低點或沒賣在最高點而懊悔？過去的我會覺得自己很笨，錯失了機會。現在的我幾乎不會，我接受了我無法預測市場這個事實。我的策略是跟隨市場並管理自己，而不是戰勝市場。買在相對低點，賣在相對高點，我就很滿足了。3. 我對波動的看法改變了嗎？過去的我，波動等於風險等於危險。現在的我，波動不等於風險，它甚至是朋友。真正的風險是本金的永久性損失或購買力的喪失。價格的上下波動，對於一個持續買入的長期投資者來說，是朋友而非敵人。4. 我的信念穩嗎？他反省自己，我比3周前穩定太多了，但我知道它還不夠堅不可摧。我就像一棵正在長根的小樹，已經能抵抗微風，但我知道真正的台風還沒來過。我的原則表和壓力測試就是我的支撐架，能幫助我在台風中存活下來，並讓我的根扎得更深。經過這次的內觀，讓小程对自己有了更深的認識。他明白，感到恐懼和貪婪是人之常情，無需自責，接納情緒的必然性。關鍵在於不讓情緒主導決策。他清晰地看到了自己從直覺反應到系統決策的轉變軌跡，見證自己的成長。這種自我效能感的提升，是金錢也買不到的財富。他知道，下一階段的功課不是學習更多複雜的金融知識，而是持續的、反復的實踐這套系統，並在實戰中不斷鞏固自己的信念，直到它成為一種本能。他確認了未來的修煉方向。他決定，這個情緒回顧將成為他每周復盤的一個固定環節。他會在每周心得的末尾加上一欄本周情緒關鍵字，例如平靜、微焦慮、篤定，來追蹤自己心境的變化趨勢。重點提醒： 1. 心境變化檢查清單可立即使用。每次市场波動或每周回顧時，寫下1. 當下心情狀態1到10分，細心指數、焦慮指數、冷靜程度、不安或衝動程度。例：信心6，焦慮5，衝動3。2. 我對市場波動的感受：漲時我是興奮、冷靜；跌時我是害怕、无感、想逃跑；大跌時我能不能保持客觀？市场一直盘整時，我是否变得不耐煩、
利，跌時焦慮提升，但沒有想賣。3. 我的信念是否穩定 ？Yes, No。我還記得買進這家公司的理由嗎？理由還成立嗎？我是否因情緒動搖而想改變計劃？我是否偏離自己的投資原則？利，理由還在，但情緒不舒服。4. 是否被短期波動影響？1到10分。我是否因為一天的漲跌就想動作？我是否太在意股價？我是否忽略公司基本面的長期变化？利，被影響程度4，還算穩。5. 自我調整。今天我學到什麼？我可以改善什麼？我需要提醒自己什麼？利，要記住波動是正常的，不是訊號。2. 追蹤情緒的核心心法。1. 投資是新的修行，不是價格的遊戲。市場每天吵鬧波動，但你的任務是讓心越來越穩，不因波動而被帶走。越能觀察心境，你越能成為好投資人。2. 不是市場讓你恐慌，是你的信念不夠清楚。如果你对公司理解越深，理由越扎實，市場再怎麼震盪，你也會相對冷靜。真正動搖你的不是行情，是信念的空洞。3. 心境追蹤的目的是避免情緒做決策，因為所有投資大錯的源頭是殺低點、追高點、情緒加碼、恐慌停損、沒理由的換股。心境追蹤就是在情緒發動前把它抓出來。4. 寫下情緒後，情緒就失去力量。一旦你把焦慮寫出來，而不是放在心裡，它就會從情緒變成自序，你會看得更清楚，而不被帶走。5. 長期投資的真正能力是一再回到自己的原則。市场永遠會吵，永遠會亂，但你越能回到自己的紀律與規則，你越強大。因此，追蹤心境不是要讓你無感，而是要讓你從被市场牽着走，變成察覺情緒，回到原則行動。追蹤心境不是要讓心完全不動，而是要讓你能察覺心動，但不被心動帶走。我仍然照原則走。更簡單的說法，不是心不动，而是心動時，你看見它，不跟住跑。追蹤能讓你看見自己心動了，發現是市場影響我，還是我在放大事件，讓你回到事先定好的投資原則，減少做出衝動決策，停損、加碼、砍單、追高的。給您發自內心的敬意與祝福。您能感受到時間的漫長與心境的變化，這證明你不是在膚淺的抄寫步驟，而是在進行一場深刻的內化之旅。請記得，投資這條路，最後你會發現，你面對的不是市場，而是你自己。所有的知識與紀律，最終都是為了修煉一顆不隨境轉的平常心。這份內省的習慣，將是您穿越無數市場週期後身上最堅韌的護甲。祝福您在接下來的旅程中，不僅資產的複利穩定增長，內心的智慧與平靜也同步滋長。您已經準備好以一個更完整、更強大的姿態進入最後一周的整合階段。第21天完，第3周完。這一天，小春完成了從對外求知到向內探索的重要轉折。